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就在昨天晚上3月5号，比特币呢突然一根直线拉了上去，差不多涨了 9%， 很多人当场就懵了。中东的局势紧张，伊朗冲突，比特币怎么突然变成了避险资产了？还是说美国的经济数据哪里边突然变好了？我到底该不该追？这一次为什么会上涨？这次上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一大堆的问号。我呢也去翻推特，新闻当然也有，观点也是一大堆，但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没有一个消息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那根 9% 的直线。但还有一群人昨天呢什么都没有查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用看新闻，他们盯的是这张图。很多的时候答案比新闻来得更早，散户和机构看的是同一根 K 线，但他们问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。散户会问为什么会上涨，为什么会下跌？机构呢，他会问谁会被迫的卖出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换一双眼睛，用机构的眼睛来看懂昨晚那根大阳线背后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先说答案，这次的上涨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short squeeze， 空头挤爆。在讲空头挤爆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做空的基本概念。因为你不懂做空，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后面要讲到的挤爆、强平、连锁反应。用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呢你的朋友手上有一双限量版的球鞋，这双鞋呢现在的市场价格是5000块钱，你觉得这双鞋的价格将来会跌了，于是呢你跟你这个朋友把鞋子给借了过来，转手用5000块钱的价格给卖了出去。几天以后呢，这个鞋果然按照你的预期跌到了3000块钱，然后呢你花了3000块钱把它再给买回来，然后还给你的朋友，中间这2000块钱的差价就进了你的口袋。这个就是做空，核心就一句话，先借过来再卖出去。但这里边有一个铁律，也是整期视频最重要的一个基础，不管价格是涨还是下跌，你都必须把那双鞋给它买回来，因为你借了人家的东西，你有义务要还。那么如果那双鞋当时没有下跌呢，反而上涨了呢，涨到了8000块钱，你还是必须给它买回来，花8000块钱买，你就亏了3000块钱。而且涨得越高，你亏得越多，越亏你就越想快点的去了结。这个就是做空最可怕的地方，亏损没有上限。在加密的市场里边，把球鞋换成比特币，把朋友换成交易所的合约系统，本质完全一样。同时你要注意，在加密的市场里边，大多数人做空不是裸空，他们是带杠杆的，10倍、20倍，甚至50倍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只放了1000块钱的保证金，你开的是空单，但名义上是1万块钱，收益乘以10倍，亏损也乘以10倍。比特币的涨跌7%、8%是非常正常的，但加了杠杆你就有点受不了了。杠杆一高，你的保证金很快就会扛不住。这个时候交易所不会等你慢慢的去思考，慢慢的去想，它会直接触发强制平仓、爆仓。强平的意思就是系统替你把你的仓位强行给关闭掉。怎么关呢？这个就是今天的核心。接下来呢，我用3个步骤把整个链条给它拆开来。那第一步，价格反弹，空头开始流血。假设比特币现在的价格是68000块钱，很多人觉得它还会下跌，跌到65000、65000、5万多，于是呢开空。结果第二天比特币不但没有下跌，反而还开始上涨了，68000、70000、71000，开空的人开始亏损了。杠杆越高，亏得越快。第二步，到达临界点，系统触发爆仓。很多人会以为爆仓就是保证金被交易所给没收了，不完全对。交易所其实赚的是交易费、清算手续费和资金费率抽成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系统接管你的仓位，用你的保证金去承担亏损和费用。
然后呢，在市场上强制帮你把空单给它买回来，直接平掉。记住这句话就行。爆仓的那一下，市场上会出现一笔被迫的买单。你还记得那双球鞋吗？你借来卖掉了，不管是涨跌，你都必须买回来还给你的朋友。开空也是一样，你开空的那一刻，本质上等于先卖出一个比特币的合约仓位，后面无论是涨还是下跌，你都要再买回来平仓。经济效果跟借球鞋再卖掉是一模一样的。爆仓发生的时候，交易所呢其实并没有把你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边，它是拿着你的保证金替你在市场上发出了一笔买单。这笔买单呢，市场上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见，而且呢，它会推动比特币的价格的上涨。第三步是一个人爆仓推高价格，触发更多的人爆仓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件事儿给它放大，乘以10000个人，几十亿美元的空单同时爆仓，每一笔爆仓都产生一笔买单，买单推高价格，价格推高触发更多的空单爆仓，更多的爆仓产生更多的买单。你以为是在下雪？不是，是第一块石头已经滚下来了。这个就叫做清算连锁反应，这个就是昨晚那根阳线背后真实发生的事情。不是避险突然觉醒了，经济数据突然救市突然好了，也不是说某一条新闻价值9%，是很多空头被逼到了墙角，在同一个时间被迫往同一个门里边挤，他们呢成了推高价格的燃料。你可能会说 short squeeze 在股市里边也有，为什么币圈每次都这么猛呢？3个原因，原因之一，杠杆太离谱了。美股融资最多大概是2倍，加密市场呢10倍起步，50倍随手可见。和币安有关系的那个 Aster 甚至高达1001倍，杠杆越高，价格只要需要动一点点，爆仓就出发了。原因之二，这个市场的水要比你想象的要浅得多。比特币市值几千亿，听起来好像很大，但和外汇美债比起来，真实的交易深度其实差了一个数量级。同样是5亿的买单，在外汇的市场里边水没有动，但在比特币的市场里边可能直接推高3%到5%。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池子太浅了，随便扔块石头都是浪。那原因之三呢，是散户的底牌全都摆在了桌面上，这个是加密市场最独有的地方。在 CoinGlass 这类的网站上，任何人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哪个价格堆了多少的空头，哪里有最大的爆仓区间。这个在传统的市场里边你根本看不到。这个就像打牌，你的牌全都摊在了桌面上，对面的人全都能看得见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止损点放在了哪儿，大家全都知道。这个第3点呢，就引出了今天最关键的机构视角。我先说清楚，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大资金在公开讨论的市场机制，它不是阴谋论，也不是说在责备某一个人，但这个逻辑呢，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，你必须要了解，因为你不懂，你就会永远觉得比特币怎么又毫无理由的暴涨起来了。尤其是如果你是合约的玩家，你都不知道你的钱是怎么被机构给拿走的。大资金和做市商看市场和普通的散户完全不一样。散户会问比特币会涨还是会下跌，他们可能会问哪里边有流动性。为什么要找流动性呢？举一个例子，假设某一个大资金已经在6万5横盘的时候悄悄地吸收了5亿美元的筹码，他现在需要赚钱，需要在7万以上的价格把筹码给卖出去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他不是卖不掉，但难的是怎么卖得出去，同时还不把价格给砸穿。你卖10万块钱的比特币2秒钟的事情，但如果你要卖5亿美元或者是50亿美元的比特币，你需要有人愿意在同一个时间之内接走这5亿，接走这50亿。正常的市场里边，这种对手盘非常难找，你一砸，订单部直接被吃空了，价格它不是慢慢的跌下去的，是直接给砸穿了。但呢，有一种对手盘对大资金来讲是非常有利的，
就是强制成交的买单。我在以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价格来卖出，而你呢，你是被迫的，必须以这个价格来买。比如说空头爆仓触发强平的那一刻，那个不是有人看多想买入，那个是有人被迫买回，被迫买回就等于市价的买单，等于不挑价格，只求成交。所以从结构上讲，爆仓区往往就是天然的接盘池子。再讲一个更具体的剧情，这个只是一个机制的演示，不是说谁真的就去这样的操作。比如说这个比特币在69000横盘，做市商呢打开了 CoinGlass， 看到72000上方堆了6亿美元的空头爆仓区，于是呢做市商花了一笔钱，一笔小钱，不是太高，把价格从69000推高到了7万。那么第一批空头爆仓出现被迫的买单，价格自动上移到了7万，然后是71000、71500，连锁反应启动，爆仓越来越快，价格冲向了72000，最大的爆仓区被清空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大家突然看多了，但其实呢，空头被迫买回，给市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成交窗口。这类被迫的买单，往往就是大资金最喜欢的退出流动性或者是对冲流动性。这种盯着清算池找成交窗口的思路有一个名字，一个专有的名字 Liquidity Hunt， 流动性狩猎。简单来说就是市场不是在找价格，市场在寻找猎物，爆仓区就是猎物最密集的地方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有人可能会问，我怎么才能够摆脱被狩猎，或者说我怎么才能够成为像机构那样的猎手呢？需要观察，需要看3个地方。第一步，看资金费率。资金费率是永续合约里边空头和多头相互支付的费率，不需要深入的理解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个信号就好。资金费率持续为负，等于空头严重过载。怎么查呢？ CoinGlass 首页直接看 Funding Rates 这一栏，如果 Funding Rates 连续好几天大幅为负，那就意味着空头已经累积过多， Short Squeeze 的条件正在慢慢的变得成熟。第二步，看未平仓合约 OI 就是市场上所有的未平仓合约的总量。记住一个反常的信号，价格在持续的下跌，但 OI 呢在上涨。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越下跌越多人在进来开空单，空头越累积越多，挤爆来临的时候的威力也就越大。第三步呢，看清算的热力图，打开 CoinGlass 找 Liquidation Map， 你会看到不同价位的爆仓量分布，颜色越深代表越多。只需要关注一件事，当前的价格上方最近的大爆仓区在哪里？距离越近量越大，那里就是一块大大的磁铁，价格一旦被推到那里，连锁反应自动加速。这里边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这个框架不是让你去赌 short squeeze， 它告诉你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，这波上涨的原因是什么？如果原因是空头爆仓，上涨的持续性取决于爆仓还剩多少。一旦爆仓被清空了，那么价格呢就失去动力了。新手怎么用呢？就一句话，不追高，等清算结束，然后再判断有没有真实的买盘在接力。好的，我们回到昨天3月5号的那根大阳线，是因为中东的局势不稳吗？还是经济的数据看好了？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，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一群做空的人被价格给逼到了墙角，不得不在同一时间之内从同一道门挤了出去，他们变成了推高价格的燃料。这个就是空头挤爆。散户看的是涨跌，机构看的是结构。散户问为什么会涨，为什么会跌，机构问谁会被迫卖出，我就把我的筹码高价卖给他，我就赚钱了。好的，下一期呢要讲一个更有意思的机构的机制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，你一旦设定止损，价格呢立刻就会反向，不是你倒霉，也不一定是巧合，很多的时候市场就是会去寻找止损密集区，因为那里同样是流动性，你放的那条止损线有的时候就像在给别人画宝藏图，这个叫做
Stop Hunting， 止损狩猎。下期呢，我们讲清楚它的完整机制，以及你的止损到底应该怎么放，才不容易被别人给盯上。好的，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万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